去百之暇。这当真是你写的？学生受了责罚，自是要努力些，苦思冥想许久，好不容易才写下此诗，还请先生指教，这押韵如何？光押这韵有什么用啊？这既无意境，又无逻辑。赵大人，尤其是这句“空山不变花”，更是不知所云呐。前面还在空山，这转眼就是一亭岸，倒是切题。有风有月，有山有花，还有云，就是太不入流了。先生此话当真？自是当真。王老先生。哦，谢大人，谢大人因何来此啊？王老先生，这首诗可否借谢某一观？哦，您请过目。谢大人以为这首诗写得如何呀？我倒不知，这诗原来不入流，有这么差吗？啊，是，那您的意思是？二位见笑了，这首诗是在下旧日之细作，胡乱诌成，上不得台面。谢某不敢班门弄斧，肆意评判。谢大人，这，宁儿，这首诗到底怎么回事？先生恕罪，我今日在您那练琴，因担心王老夫子的作业，所以顺手借了一张。学生知错了，我这就去罚站。将军，老赵，你跟了我也有20年了，这营里的东西不仅仅是兵器，更是燕家军杀敌时的命。说，你把东西弄到了何处？燕家军护卫大前数10载，只有战死的，没有伤残的。如今你却背弃同袍，若真如此，我也留你不得。是心无畏的人，前些时候他们冤枉我儿是逆党，把他关入了大牢，严刑拷问。我儿誓死不愿屈打成招，他们竟然砍了我儿的手指啊！还拿来威胁我，我没有别的办法，我要是不从，我儿性命难保啊！就糊涂啊，老赵！你若是一早便说，我们还能另想办法。你儿子赵鑫的案子，前些日子已交由刑部审理，你为何还要瞒着？偷运军械物资是死罪，我胆怯不敢说呀。将军饶我一命吧，将军。此事你确实难辞其咎，按军法当斩。但也是我未能保护好赵鑫，有负燕家军。辛无畏如此欺人，不能再隐忍下去了。颜六，末将在。点清楚军营里面丢失的一切军械物资，全部记录在册，再点2、3轻骑，带上老赵与我赶回京城。我要将此事始末，当面禀明圣上，也要看好军营，莫出任何差池。是。出大事了！出大事了！出大事了！哎，你们听说了吗？王老夫子昨日主动请辞，告老还乡，说是自己学识有限，教不了长公主。圣上批复了一个准字，还把赵夫子调去赣州做朝奉郎了。翰林院讲学好歹是从5品，朝奉郎是6品官，还去赣州那样的偏远之处。赵夫子那样的人怎么可能？哎呀，千真万确，要不我怎么说是大事呢？哎，你们说，两位夫子犯了什么事啊？还能是什么事啊？先生们尽力教学，多的不过是责罚了江雪宁几次。我跟你们说，一定是他求了公主殿下才会这样的。薛姐姐，你与公主殿下最是相熟了，你可得劝劝她，莫要听了小人谗言。好了，江姑娘也是咱们的同窗，何苦如此针锋相对呢？
我瞧着他人不错，往后还要好好相处才是呢。怎么连你也……一个小小的翰林院已有那么多的党附之士，一个五品讲学居然连一首诗的好坏都分不清。朕昨日稍加问询，便得知他那官位来路不正。现在放眼满朝，还不知道有多少官员相互勾结。圣上息怒，眼下还未查清，结论不宜过早。不过，臣也发现，翰林院起草的不少奏折，都与定国公府有关。这真是朕的好舅父啊！你瞧瞧，这是吏部今晨送上来的折子。刑部尚书之位空悬已久，户部尚书又告老还乡，吏部给朕起草的候选之人，大半都与薛家有关。朕实在是难以决断。冀北道监察御史顾春芳，本就是刑部外放的官员，又曾是圣上的老师，不如让他接任刑部尚书。顾老确实是合适人选，既与薛家无旧，又无结党之嫌。可这户部侍郎江伯游，圣上觉得如何？朕怎么听说，在伴读之中有一位江姑娘，正是这江伯游的女儿。朕还听说，你与这江姑娘颇为相熟。师生之意罢了，没多么相熟。罢了，这江伯游虽说不上是什么极有本事的，倒也是小心谨慎。谢卿，你一贯善识人，就由他来顶上吧。但凭圣上裁决。你说什么？你升迁了？怎么会这么突然呢？这寻常的侍郎，怎么也得外派个3年5载，回来方能搏一搏这尚书之职。你怎么就平白无故的升迁了？这太奇怪了吧？你说呢？我还觉得奇怪呢。本来还以为，也就在这个位置上做到告老还乡了，可没想到这临了，竟有这样的机缘啊！哎呀，慧姐儿，去写封信给宫里，打听打听。哎，等，夫人啊，你要写什么信呢？哎呀，这怎么就不能写信了？写封信给宫里的宁丫头，让她打听打听是怎么回事嘛。我说夫人呐，你以为这皇宫它是什么地方啊？你想打听什么消息就能打听什么消息啊？好，我不打听就不打听嘛。那总可以写封信叮嘱她好好守宫里的规矩。哎呀，不用你操心呐。你是不知道，我最近正给慧姐儿相看亲事，瞧得上眼的人家还嫌咱们家门楣矮一截呢。你现在不是升迁了吗？那可不一样了，说不定对咱们家慧姐儿的亲事是大大的有好处。在这个节骨眼上，我怎么能让宫里那个给坏了事呀？哎呀，夫人，正因为如此，所以你才要少生是非呀。我怎么生是非了？你给我说清楚。爹爹误会母亲了。母亲这也是关心则乱嘛。爹爹此番升迁，定会招人眼红。而妹妹在宫中更不知道有多少人盯着，母亲呀是怕妹妹不知这其中的厉害，所以才想要去信叮嘱嘛。听见了吗？人家慧姐儿都看到了。我才不信你有这样的好心。还是我们慧姐儿懂事。去。况且呀，我们一家人之间，若是得了升迁这样的好消息不告诉她，妹妹若是知道了，怕是要觉得委屈呢。也罢，那就按你们说的，去给宫里写封信，但是记住了啊，写些好听的话、问候的话啊，别有的没的往上瞎写。是。如了你的意啦。谢老爷。尚书，沈郎怎会忽然关注到我爹了？上一次我没有参与燕薛之争，所以江家也未卷入其中。如今我帮着谢威削弱薛家之权，倒因祸得福，给我爹升了官。这是不是说明一切都还有机会改变？
撤！撤！运！侯爷飞鸽传书说快马赶回，怎么还没到啊？撤！撤！秦风，追！是。父亲，这怎么回事？是薛家的人。薛家的人竟如此大胆，此处离京城不远，他们竟敢在此处刺杀父亲，不是冲我来的，他们是。老赵，老赵，老赵！父亲！秦风！秦风！来人！都给咱家仔细的搜。是。黄公公，敢问这是发生了何事？又是要搜什么？想必诸位伴读都知道，有人在献给太后娘娘的玉如意上刻谋逆之意，惹得圣上盛怒。这几日来，咱家连番追查，清理了不少人。这羊脂斋也是宫中一处，咱家依圣上口谕和太后娘娘的懿旨，例行搜上一搜罢了。这哪里是例行公事，分明是把我们当犯人了。当初做伴读的时候，并没有过这件事啊，难道又生了变故？大人，这是在江姑娘的房间搜到的。江姑娘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在宫中勾结逆党！解严了，快闪开！走，快回家！快走，闪开！戒严，戒严！戒严了，赶紧收队回家！走，回去！快走，撤！让开！世子，圣上有令，全城戒严，搜捕逆党，小人不敢违令。你没听到我说的话吗？我父亲旧疾复发，我要去找大夫。侯爷之急，小人已经通告国公了，稍后便会有宫中指派的御医前来。世子稍安勿躁。黄公公血口喷人，臣女何时勾结逆党？到了此刻还敢嘴硬？你看清楚，这是什么？物证确凿，你还有何话可说？这并不是我的东西，在你房中搜出来的，还敢说不是你的？若按黄公公所言，我的屋子在宫内，这张纸是从我屋里搜出来的，便是从宫中搜出来的，那该算在谁头上呢？强词夺理！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，今日非要叫你知道知道，这宫中不是你能肆意胡为的地方。来人，把他押去慎刑司。你大胆！我乃堂堂尚书之嫡女，
长公主殿下亲血的伴读，你有什么资格押走我？就凭咱家是内务总管，够不够资格？自然不够。内宫总管统管的是宫中之事，可我既不是妃嫔，亦不是宫娥，你没有资格处置我。可搜查是太后娘娘下的旨，那便让太后娘娘亲自来问我。皇公公，我念你是宫中老人，与你分说两句。圣心司要押我，我一介弱女子自难反抗，但也请你掂量清楚，若事后证明我清白无辜，却在圣心司中有3长2短，您担待得起吗？你既做不了主，那便去找能做主的人，劳您向泰安殿通传一声，就说江雪宁在宫中蒙冤受屈，遭人陷害，还请太后娘娘裁夺。好端端的怎么会有刺杀？吕显呢？不是让他看着燕家跟薛家，他人呢？吕先生假装出城进货入狱，已帮着世子将人送回了侯府，并且去寻柳大夫了，不会有事的。侯爷年纪大了，身上都是战场上受的伤，就怕有个万一。马车备好了吗？刀琴去备了。可是先生，您今夜贸然前去，不就暴露您对燕家的关心吗？薛远若是知道了，一定会针对您的。不如还是让我。此事蹊跷，这薛远不是冲动愚蠢之人，他敢出手伤人，就定然还有后手。我不亲自去一趟，实在放心不下。先生，不好了！新武卫出动大队人马，说城外有逆党作祟，将城中戒严了。吕显去找柳大夫，却被拦在驿馆里，不让出门。他这是有备而来，故意不让大夫进府。剑叔，去把圣上赐我的令牌拿来，我亲自带人进去。是。还有先生，宫里传来消息，说江二姑娘那边也出事了。什么？雪宁，那张纸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你好端端的，怎么会和这种事扯上关系啊？你一个人死不算，还非要拉着我们一起，这算什么道理？纸本来就是从你房间搜出来的，跟我们有什么相干？有人要害我，我自然要拉几个垫背的。想让我不清不楚吃了这算计，想都别想。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难道是怀疑我们啊？若真清白，又有什么可怕的？这件事是从羊脂摘出的，横竖大家都跑不了。与其被人瓜田李下的指摘，不如今夜就一同去太后娘娘那儿分辨清楚。这话说的倒是不错，身正不怕影子斜，咱们解释清楚就好了。想来太后娘娘也不是不分青红皂白的。太后娘娘有旨，要立刻将人押去泰安殿，亲自审问。江二姑娘，太后娘娘有旨，着咱家立刻将人押去泰安殿。娘娘要亲自审问。皇公公，那我们可以回去了吧？娘娘说了，所有伴读都要前去，既是审问，总得审问清楚，免得有的人口不服，心也不服。那便走吧。你不是要押我吗？岂敢呢！大人，您行行好，我娘子生产9代单传，就指这一胎呢。您看，您就让我们过去吧。啊！奉命行事，今日别说是你娘子，就算是你老娘生产，也给我老实待着。你。你来的正好，快把你的令牌给他们瞧瞧。原来是谢大人。大人，今夜城中不太平，您怎么来了？谢某有事要入宫，这位吕老板是谢某的好友，还请诸位高抬贵手，行个方便。怎么，不悦？大人有所不知，我等乃奉命追查逆党，上面若是怪罪下来，奉命？奉谁的命？圣上还是定国公？据谢某所知，圣上已将逆党一案交给刑部办理，几时又成了新武卫的差事了？大人，少师大人这是要入宫去的，这万一在圣上面前提及此事的话，国公那边恐怕更不好交代了。
让开！哎呦，大夫，快！我家娘子等不及了呀！快！现在侯府外全是信武卫，我一会儿让刀琴带你们偷偷进去，务必要保证侯爷周全。我有事得入宫一趟，尽快赶回来。恐怕这次你是走不了了。侯爷的伤没有那么简单。什么意思啊？侯爷征战多年，普通的箭伤怎会高烧致死？恐怕这箭头上淬了毒。这不像是新武卫的手法，倒像是宫一成。参见太后娘娘。启禀娘娘，老奴按娘娘懿旨，在宫中清理搜查。然而今日查至杨芷差时，竟从江雪凝房间搜出此物，是夹在书案上一本书中。若非仔细翻找，只怕藏得隐蔽，也未必能发现。妖言惑众都惑到宫里来了，了不起啊！深夜吵闹着要见哀家，意欲何为？回太后娘娘，臣女不过闺阁一小小女子，怎会与逆党有所勾结？且这张纸上的字迹分明不由我所出。近日来，臣女在凤城殿所写字迹，可用以对照，还请太后娘娘明察。臣女虽不知这张纸为何会出现在臣女房中，可绝非臣女所为。你把自己倒是撇得一干二净啊！清者自清，臣女无愧于心。这和当初给哀家请安时的你，可十分不一样啊！你爹可是新任的户部尚书江伯猷。是。哀家听闻，江家与永义侯府相交甚密，你与燕林也似乎非常有情谊。娘娘明察，此传闻乃是不实。永义侯府门庭高贵，岂是臣女能高攀得起？一派胡言！你与燕林只差谈婚论嫁，你还想瞒着哀家？二叔，此事与燕林何干啊？太后娘娘自有公断，你我慎言。太后一定要将永义侯府搅和在这场乱世里，所图不善。我绝不能扯上燕林。可若在这宫里，黑白全凭他们说，该怎么才能洗刷燕家和我的嫌疑？黄仁礼，老奴在。拖下去，停杖，打到他招为止。哀家倒要看看，是他的骨头硬，还是杖硬。是。谁敢动我？你要干什么？回太后，本朝律令，后宫不得干政。太后娘娘固然可以法责后宫，可臣女非宫中之人，若依律令，牵扯逆党一案，当交由前朝来查。娘娘凭什么滥用私刑？你是在斥责哀家？臣女不敢，只是臣女再不及娘娘尊崇，也是堂堂尚书之女。代前历来一应权贵官司，要么交由圣上审批收入诏狱，要么告至刑部清查会审。娘娘仅批一张纸，就要对臣女动刑，就不怕落得屈打成招的骂名，让前朝大臣不安吗？你好大的胆子！来人，在。大臣之女若是这般不明不白死在宫中，可是件棘手之事。便是想敷衍过去，只怕前朝也未必有人肯罢休。臣女知道，太后娘娘想要的是真相，而非一具不清不楚的尸体。好一张巧舌如簧的嘴！看来哀家是整治不了你，那就找能治你的人来。来人，在。拿着哀家的令牌到刑部去，找个能断案的人来。可是娘娘，刑部衙门在南边，这一来一回，怕是要1个时辰的光景。那咱们就一起
陪着江姑娘等。是。臣女多谢太后娘娘成全。若交由刑部，至少不会牵连到燕陵，纵然受些拷打之刑，也是值得了。哎，痛！哎，你松手！哎呦，什么玉如意，什么江姑娘，你总要跟我说明白呀！谢先生说了，让您立刻入宫求见太后，只说是奉命追查玉如意案，护下江姑娘。托我今夜他自有安排。这不是荒唐吗？我这名不正言不顺的，太后能让我查案吗？我再想。别想了。这是圣上亲赐给先生可以自由入宫的令牌。哎呀，陈大人就别想这么多了，再玩就真来不及了。我要想。陈大人，宫里来人了。哎，陈大人，今儿是您当值啊！太后娘娘有令，还请您随我入宫一趟吧。他一个人惹事，让我们跟着收敛，算什么道理？没听见太后娘娘说吗？若不是江姑娘，咱们都有嫌疑，自然不能随意离去了。方妙姐姐，你不是能掐会算吗？能不能看看那张纸到底是谁的？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算什么算？长点心吧。已经跪了1个时辰了，江二姑娘不累吗？回太后，累自是累的，只不过事关生死，臣女不敢懈怠。哀家可听说，刑部审问的手段，即便是活人也要扒去3层皮。任你再牙尖嘴利，到时候恐怕也派不上半分用场。古人云：“异于心之所善泄，虽九死其犹未悔。”只要能洗刷冤屈，不叫有心之人污蔑了臣女，受点苦又何妨？哼，不见棺材不掉泪呀。好，那哀家就看看，你这骨头啊，能硬到几时？娘娘，人到了。臣刑部侍郎陈莹蒙召，向太后娘娘请安。臣刑科给事中张遮，拜见太后娘娘。刑科给事中，不过是个7品小官吧？回太后娘娘，张大人入刑部短短10日，就已经处理妥当积压了大半年的刑名之事，乃是个中好手。臣唯恐力薄，慢待了娘娘之事，是以待了张大人。案情之事，路上都已经知晓了吗？都已经说过了。那你2人就给我好好的查，看看幕后到底是什么样的小人在作祟。敢问今日一案的物证现在何处？陈大人，请看。张大人也看看。白鹿纸，普通信笺尺寸，楷体字迹。臣在来的路上已阅了玉如意上所刻内容的拓本，的确与此信内容无异。张大人的意思是，这东西在谁的手里，谁就与逆党有关？未必。物证如此明晰，还只是未必。张大人是何居心呢？与逆党有关之事本就错综复杂，律例有言，无证不罪。单凭一张纸尚不能定罪，还需查清原委，方能断言。张大人果然是个直臣呢。那是自然。敢问此物是何人、何时、从何处搜来？
是咱家依娘娘之命在宫中清查，今夜亥正一刻，自杨芷斋、江雪宁房间抄检而出。房中很大，我问的是何处？是夹在书案上的一本书中，藏得十分隐秘，若非仔细翻找，恐怕是难以发现的。什么书？这个……哦，回大人的话，小的不大识得字，就记得那书皮上有4个字，只认得一个“画”字。书呢？没一并抄来。问你呢？这是围炉诗画。臣女的案上只放了这一本书，且在黄公公带人来搜查前1个时辰刚刚读过，案上其余都是些笔墨纸砚，是已记得清楚。娘娘，臣观这位姑娘脸色不对，可否恩准她先起身？臣只恐审问一半，她就晕厥过去，会耽误案情的。哼，只怕她不把我这泰安殿掀了都是好的。你起来吧。是。还请大人明察，此旨与臣女绝无关系，也绝非臣女自己。空口无凭，如何自证？臣女可为江二姑娘作证。太后娘娘，张大人，臣女略晓书法，江二姑娘最初写的乃是行草，后随先生学习楷书，可尚如孩童蹒跚学步，断写不出此页字迹。多谢薛大姑娘。这位姑娘所言虽有佐证，但字迹仍有仿写的可能，暂且不论。洪公公，张大人，您今日要去杨芷斋查抄的消息，都有谁知道？因兹事体大，咱家也怕有奸邪事先藏匿，是以不敢提前声张此事。拢共也就手底下几个太监知晓。不过，刑部问话，如实作答便是。是。不过咱家是有时得太后之命，自西宫开始查起，夜查杨芷斋是亥时，中间有2个时辰，也许有走漏风声。敢问皇公公，杨芷斋宫人现在何处？出了这么大的事，一案公归，暂作拘禁。不够，所有今日进出过杨芷斋的，且从虚正到亥正这一个时辰都还在的宫人，都应当拘禁，以备讯问。张大人的意思，像是想证明此事系旁人陷害，为什么不先问问此事嫌疑最大的人呢？太后娘娘稍安勿躁，若要证明此物与江二姑娘有关，并不困难。张大人有办法？宫内对于出入务时检查极严，伴读入宫之初，皆要查过所携之物。所以，若非是江二姑娘买通了当时检查的宫人，那此夜作乱妖言便该出自宫中。兵役纸3刀，白鹿纸2刀。宫中一应纸品皆有定例，不许肆意火焚，便有用过也收于一处，管之甚严。这页纸乃是宫中所用之白鹿纸，杨芷斋个人送到多少，用过多少，内务府处该有记录。太后娘娘若怀疑此言乃是江二姑娘所写，与玉如意案有牵扯，不妨下令调内务府用度账册，再查杨芷斋的指数。倘若江二姑娘指数对不上，少了些许，此罪之嫌疑便要添上5分。张哲素来严谨，这话说的却有些不对劲啊。难道他是想……阿叔，有什么不对吗？没什么，从纸本身查起，确实另辟蹊径，只是觉得这话单凭指数论断，未免有些草率了。张大人乃是神断，说不定有他的道理。这倒是个法子。黄日礼，老奴这就去查。等等，杨芷斋毕竟是闺秀居所，查纸是细事，
既有先前拘禁之功额，不如叫他们从旁协助。毕竟都伺候过伴读，也知道的细些。夜色将深，下官与陈大人外臣入宫办案，多显不便，也恐拖得太久。就按张大人说的办吧。是。请太后娘娘准许微臣在外等候。准。女儿家的住处精致，且多有私隐之处。张大人特意点了宫娥去协查，也不知是怕冒犯了杨芷斋的哪位姑娘。讨厌，娘娘面前你莫要放肆。张大人，你给我透个底，这江姑娘看起来有几分像被冤枉的呀？陈大人当真关心？这是自然的。我们刑部断案又是如此大的案，我身为侍郎自然要关心，否则也不会带上张大人你呀。大人叫我来，无非是担心真相并非如太后娘娘所愿。若太后娘娘怪罪下来，也好有人抵罪。张大人这话说的，我好歹是你上级，岂能让你一人承担呢？无妨，下官只关心案情，真相到底如何，一会儿自见分晓。圣上驾到！微臣见过圣上。免礼。先前得闻泰安殿奏报，大体知道出了什么事，查得如何了？正查到关键处，已令人去杨芷斋与内务府核对指数。大夫，父亲怎么样了？总算是稳定了，之后须得按时服药，好生静养才是。多谢大夫。也多谢诸位了。好了，我送柳大夫出去吧。今日多谢柳大夫替谢某保密，没有将咽喉叶中毒之事告诉燕世子。老夫曾受先生大恩，先生所托自当完成。其实侯爷的剑伤本是不深，但那剑上的毒却是阴毒的很，老夫还从未见过这样的毒性。多亏了大人给的解药方子，还是多谢柳大夫了。道晴，悄悄把柳大夫送出去吧。是，柳大夫，这边请。这毒虽然瞒下了，但侯爷遇刺的事儿，这严林能善罢甘休吗？无凭无据，只会反被薛家扣上诬陷的罪名。我会让他先按兵不动的。关今日之事，的确是薛家所为，但这剑上的毒，却出自平南王一脉。看来这龚一成，已经在薛家的刺客中安插了人手。他想借着薛远的计划，趁机除掉咽喉叶。恐怕这薛远做了他人的刀剑都不自知。的确如此，但这龚一成在暗，我们在明，他又知道你的身份，我们行事起来难免投鼠忌器。让刀琴尽快找到龚一成，我必须见到他。今日咱们动静可不小啊，你可想好明天要如何收场？倘若圣上察觉了你插手侯府的事儿，总得找个圆满的说辞。放心，我自有考量。先生，你怎么翻进来了？宫里情况如何？说来也巧了，属下正准备按照您的吩咐，把那陈毅送进宫去。谁料太后那边竟派人指明要刑部入宫查案，倒也省得动用先生的玉牌了。这宁儿不是个坐以待毙的性子，定是他想办法把事情闹大的。刑部接手此案，倒是绝了宫中有心之人的布局，不按对方常理出牌，正是破局的开始。那陈毅推说他不会查案，本不想去的。不过那张遮也在刑部衙门里当值，陈毅知道他是断案高手，便带着他一起去了。张遮，圣上息怒，
乱臣贼子妖言惑众罢了，不日便会连根拔起，为此气着龙体不知当。连圣上都惊动了，你好大的本事！回娘娘，逆党一日不除，宫中人心惶惶，圣上与娘娘忧心难寐，臣女理应分忧。启奏圣上，回禀娘娘，老奴奉命核查杨芷斋之书，核得内务府共拨白鹿指16刀，又有长公主殿下授意为江雪宁添白鹿指1刀，兵役指1刀。少废话，就说纸少了没少？少了，正少了1张。证据确凿，现在你倒是说说，少的那张纸去哪儿了？